新冠病毒跟流感或者是其他呼吸道感染其实都蛮类似的，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发病1个礼拜平均这个时间以后呢，它就是有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肺炎，出现呼吸急促、呼吸困难的现象。所以，新冠肺炎的重症它已经出现急促、呼吸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比较容易去怀疑到，它可能是这种病毒的感染。那至于其他的症状，大部分是不具有一个特异性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医师面对一个呼吸道感染病人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从症状上面去分辨说他是不是新冠肺炎。新冠肺炎一定要做检验才能够确认。所有的感染症，当然它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传染力，它会减少我们的平均寿命。那不过那个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是2%到4%之间，这个是比一般的呼吸道感染还要高很多。那另外一方面是说，所有的感染症引起身体发炎的时候，它都多多少少会留下一些后遗症。新冠肺炎的话，比较严重的后遗症就是肺纤维化，肺部的那个换气功能不佳，可能会导致以后容易发生肺炎，寿命就会减短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，那个身体发生发炎反应的时候，就是，最近有研究发现说，这种情形就是也是会使得人体比较容易老化，或者是比较容易以后发生心血管疾病。所以任何的急性疾病，尤其是发炎很厉害的时候，都有可能会减少我们一般的寿命。不过英国的研究说，平均会减少10年、13年这个推估，它是基于很多假设，那个假设不一定就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情形了，它只是一种数学模式的推估而已。